尼帕病毒聽起來有點陌生啊，但這玩意兒其實挺狠的。這種病毒呢，一般住在東南亞的果蝠身上。這些蝙蝠啊，自己没事兒，但它們的口水啊、尿液啊、粪便啊，要是污染了那邊人很喜歡喝的生鮮棕榈汁，或者是掉在地上的水果，人一不小心吃了，麻煩就大了。就病毒一出了嘛，從动物身上傳到了人身上。从1998年在馬來西亞養豬場裡第一次爆發，放倒了近300人，殺掉100多人以後啊，這20多年來它就像個幽靈啊，時不時的在孟加拉、印度這些地方冒一下頭。那最近呢，就26年1月份，它在印度又现身了，這次是在東部的西孟加拉邦，確診病例已經升到了5例了，其中還包括醫護人員。近100人被要求居家隔離啊，這不是簡單的數字，這意味着病毒已經在醫院裡發生了人際傳播了。最早確診的2名醫護人員很可能就是從一位去世的有嚴重呼吸道症狀的患者那兒感染的。就這病毒啊，總能找到人類防線的漏洞，很麻煩呀。這病毒能直接攻擊人的大腦，引起嚴重的腦炎，還能讓肺像被水淹了一樣衰竭。而且他還人傳人，照顧病人的家屬啊和醫護人員，那不就最容易中招嗎？關鍵是他特別能潛伏，最長能憋在人體內45天不發作啊！所以他每次爆發的时候，那平均死亡率高得嚇人。世卫組織說，通常在40%以上，在有些疫情裡甚至能衝到75%。那也就是說，每確診10個人，最後可能有4到7個人都救不回來。這個數字比我們熟知的很多傳染病都要高得多呀。那怎麼這麼凶狠的病毒一直沒被搞定呢？咱們都知道啊，那新冠鬧得全球是天翻地覆，疫苗啊、新藥研发呀，那快得驚人。可是尼帕病毒啊，被發現了都25年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款正式獲批上市能給普通人打上的疫苗，也沒有特效的抗病毒藥。病人染上了，醫院能做的基本上就是支持治療，也就是想辦法幫身體扛住嘛，比如上呼吸機呀，那剩下的就看個人造化了。這感覺啊，就好像我們赤手空拳，他就全副武装的，非常被动啊。你說科研界不努力吧，也不是，有幾款疫苗啊已經進入了臨床試驗階段了，但這個過程需要時間，也需要大量的資金和持續的投入啊。可是尼帕病毒的爆發什麼特點呢？它是地方性的、间歇性的。这次西孟加拉邦疫情之前不到半年，2025年的5月到7月，印度南部的克拉拉邦剛剛報告了4例感染，其中2人死亡。就2018年以來啊，光是克拉拉邦就已經發生了9起疫情了。可是對全世界其他地方來說啊，它好像就是個別人家的問題啊。新聞上熱鬧幾天，疫情一過，國際關注度和資金可能就都流走了。所以這種危機遺忘再危機的循環啊，你讓針對它的長期科研和公共衛生建設吧，就很難堅持下去。更深層的原因呢，其實跟人類自己的行為和環境變化脫不開干係啊。這個孟加拉國和印度部分地區啊，喝現結的生棕櫚汁兒是很多人的傳統習慣，也是一種重要的營養來源。那果蝠晚上飛來飛去，正好在收集棕櫚汁兒的陶罐上舔食或者排泄，這病毒不就掉進汁兒裡了嗎？他們早上起來喝上一碗新鮮的棕櫚汁兒，這新鮮的病毒也就直接喝进肚子裡了。改变人家這種延續多年的生活習慣，沒可能啊！你得提供安全又實惠的替代方案，還得做長期耐心的社區教育和溝通，不是那麼容易的。另一方面呢，森林砍伐、城市擴張，讓蝙蝠的自然棲息地啊越來越少。那他們就被迫飛到離人類居住地和農場更近的地方找吃的嘛，那不就大大增加了病毒從動物溢出到人身上的機會了嗎？所以這尼帕病毒的爆發呀，不單單是個醫學問題，它是個牽扯到傳統文化、生計、環境保護，還有基層醫療能力的複雜社會問題。總而言之呢，在微生物的世界裡頭啊，沒有什麼事不關己這回事兒。今天它是別人家區域性的威脅，可要是一直這麼被忽視的話，誰又能保證它明天不會演變成更大的風暴呢？所以說，希望大家呀多關注，
認真對待，是吧？